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呢，就想来聊一下我最近在用的一些日系单品。虽然我现在的宗旨是抗老，所以我会选择很多成分派的品牌。我又身处在日本，作为亚洲最发达的美妆中心，所以我还是不免俗的会用到很多日系的品牌。不仅仅是因为这里是亚洲最发达的化妆品市场，还有日系品牌本身源源不断的吸引力。所以今天呢，就想来聊一下我最近在用的一些日系单品，依旧是按照护肤的步骤来介绍一下吧。第一个是这款 DIU 的纯白美容油。为什么把一个乳液放在第一步呢？因为当你疲劳的时候，它可以快速的卸除你脸上的妆容跟污垢。当然，防水彩妆你是需要用眼唇卸妆液的，而日常淡妆或者只涂防晒的时候呢，配合化妆棉就可以直接卸除。作为一款水包油的乳液呢，卸妆只是它其中的一个功能。DIU 的化妆水、精华、乳液都非常具备性价比且保湿力极佳，所以非常受到日本人的欢迎。在9月份刚推出的时候，其实看它的外包装会有一点智商税，因为它上面明明写的是油，背后的日文呢也写的是 Shiroi Oil。其实呢，它就是运用水包油技术做成的白色状的乳液，这样就可以同时拥有油的滋润跟乳液的清爽，涂开就能看到它是有油分的。用了像透明质酸、凡士林、角鲨烷、荷荷巴油这些一听就很保湿的成分，尽管用到了这么多保湿的成分，但是吸收却非常的快，没有丝毫的黏腻感。气味上其实用到了19种天然精油，所以是非常淡雅的香味。说到精油啊，其实不是什么品牌都可以把精油的调香味做高级的，嘉利宝可以。180毫升的乳液，其实在日系的乳液里头也算是比较大瓶的，所以能够用在很多的层面。比如说现在因为疫情每天都要戴口罩，而到家之后闷在口罩里的皮肤倍感不适，这个时候就是可以立刻擦上它，舒缓两颊的干燥。再或者你现在觉得非常的疲惫，可是还有没有做完的事，你可以直接拿它卸妆。刚才开头讲了，如果你只是淡妆跟防晒的话，其实拿它配合化妆棉就可以立刻轻松卸除。我自己是没有涂护手霜的习惯的，但是我发现我身边几乎所有人都有随时补擦护手霜。按压的这个设计呢，就非常的方便，无论是现在流行的在家办公，还是说你外出回来之后大量酒精消毒洗手，都可以用它立刻滋润你的手。因为含有吸收超好的美容油成分呢，其实它也可以让你的妆变得很服帖，所以早上如果最后一步拿它当乳液的话，也是可以让你接下来的妆容比较完美。不仅如此，其实你的头发跟身体都是可以涂抹的，而且这么大一罐人民币才100出头。其实通常日系品牌都很追求独立个性，但是随着疫情真的改变了很多。很明显现在是主打有机跟更漂亮的包装才能更加受到年轻人的欢迎。通常情况下，只要你不是一个大敏皮又很爱研究护肤品的话，一定会有这么一个感觉，就是有机护肤品好像就等于没效果。这瓶化妆水的品牌呢叫做 Wafito， 日本国产植物为原料的芳疗系品牌，成立于2019年，其实算是比较新的品牌了。但其实它的创立者，日本首屈一指的芳疗专家森田敦子，早在89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发出具备划时代意义、孕妇专用的保养品了。这个品牌无论是它的外包装，甚至于小样都是颜值很赞，官网呢随便的一组图都非常的 ins 风。但是很可惜，这个主打无农药栽培、植物萃取又经过芳疗大师调香之手的产品呢，它的使用感其实是让人失望的。质地是这个样子的，按压3下的量，然后搓揉你的掌心，这个时候会有浓郁的玫瑰香味扩散出来，然后你把它放在鼻子的周围，这样深呼吸之后再延展到面部，这样可以起到身心放松的目的。但是槽点就是它的玫瑰调香做的太差了，因为到后期你会闻到一阵酸酸的味道，并且玫瑰花水是排在成分表的最后几位的。每一个买过玫瑰花的人都应该知道，就是凋落的时候它其实是有一阵酸臭味的，而一个厉害的调香师不应该把这个酸臭味保留在它的保养品里头。成分上虽然有用到各种珍贵植物萃取之外，有一个成分呢，它有引起我的注意，就是水前丝兰藻。它是产自于日本九州的一种藻类，非常珍贵的濒危物种，有很好的保湿跟抗炎的作用。用到这样的成分，又没有合成香料，而且又不含有对羟基苯甲酸酯类的防腐剂，而且不含有酒精。145毫升的化妆水有卖到5500日币，这是几乎比奥尔滨基础保湿系列还要贵的，毕竟人家是200毫升，而且保湿方面又具备公信力，干冷气候呢又是检验化妆水保湿力的最好利器。这款主打保湿的化妆水呢，
呢，刚上脸其实有很强烈的水润感，但是不持久。但我一直都是喜欢多次且大量的使用化妆水的，在这样的使用量上，它的保湿力并不如品牌所说的那么厉害。Vollance 是去年9月份才成立的天然派品牌，它的这个外观呢，其实很像娇兰的地黄蜂姿，而且它也是主打蜂蜜的精华。比较特别的是呢，它可以看作蜂蜜的本家精华，因为它用到了蜂胶、蜂蜜、蜂王浆的提取物，又融合了蜂蜜本人。还有超多的植物萃取、苹果干细胞、烟酰胺、维 C 衍生物。不过说实话，我现在对这种成分表巨华丽的日系新贵兴趣不大。吸引我的其实是它的质地，本以为加了这么多东西，它的这个质地看起来应该是会黏腻的，是这种透明凝露的质地。但是它的肤感其实是那种一抹就会嵌入肌里的清爽水润感。还是那句话，在当下干冷的季节，如果能够做到肤感好且保湿力持久耐扛，干皮油皮都能用，我觉得就是不错的。接下来是这款乳液 Duo Organic，08年就已经设立，并且作为日系有机化妆品的先驱，所以它才不是跟风。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牌子现在在当下的日本年轻人当中非常的火，采用天然的原料，这点已经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因为有机品牌不都是主打天然原料吗？关键就是在于它的双重有机认证。现在随便一个牌子都说自己是有机的，不像 Duo Organic， 它在创立初期呢就已经取得了法国国际生态认证中心跟法国生态有机化妆品协会的双重认证。不了解有机认证的可能无法想象，这可是每年都要进行一次严格的现场检查跟审查的机构，也就是说并不是取得了就可以的，你需要永远保持这个全球标准。它的这款乳液呢其实是做成碳酸泡的，使用之前你需要这样摇一摇，使用量呢是1个樱桃的大小，这样子。当然你也可以取2个樱桃的大小来做面膜使用，看似非常的薄透啊，但实际上它的保湿力非常持久。本身碳酸就是有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暗沉的作用。这个乳液在使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明显的感觉到这个皮肤的饱满跟通透。我喜欢它的滋润度，没有很厚重，却能够抵挡当下干冷的气候，难怪在挑剔的日本女生心中它是有地位的。唯一可惜的就是主打这么高级的原料，它的调香也不行，让我想到某些博主会吹嘘日系香水的高级清冷，但日本人真的不会做香水。从吉尔斯图亚特的小清新，还是从黛珂的少女甜蜜香，我觉得都是日本人长不大的爱好。而新进的细柔也就有些可圈可点，身体乳中让人发腻的甜味多的是，也就资生堂的格局比较高了。最后来说一下我之前一直想买的妮维雅防晒，因为它有得过 Cosme 大赏，今年2月份发售的80个，售价在1078日币，依旧走平价路线。其实妮维雅是日本大众很常会买到的防晒品牌，在日本的话是委托花王生产的。吸引我的肯定是它这个现代流畅的包装，还有就是通常非常平价的品牌如果出现在 Cosme 的榜单上呢，一般都是具备真正公信力的。贵价品我就觉得没有看的必要，基本上当年的新品都会出现在榜单里，不是兰蔻就是香奈儿，实在是没有参考价值。其实上面有写到通过80分钟的防水测试，所以这款产品是可以用于海上、游泳池、运动以及强日照环境下使用的。当然也可以用于日常，我买它也是为了日常。提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这个质地啊，是这种比较啫喱的凝乳状，上脸呢其实是没有颜色的，而且有淡淡的花香。非常适合不出门在家慵懒的休息时简单的涂抹，无论你外出与否，你都是需要涂抹防晒的，毕竟紫外线是造成我们老化最大的元凶。这种立刻随意就可以涂好的产品呢就很方便，虽然防水，但是日系的皂基洁面呢就可以卸除。作为油皮来说，你还是会出油的，需要按压蜜粉。其次我不太推荐给要化妆的人去使用，因为它成膜之后很容易搓泥，它更加适合度假或者在家放松的时候去使用。以上这些就是我最近在使用的日系单品的真实感受。如果你对我的内容感兴趣，就请点赞并继续关注我吧。感谢你的收看。